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开场的总是脱口秀演员。今天我们把这个荣耀就交给智胜。掌声欢迎徐志胜。哎呀，谢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胜，很开心来到咱们这个和他的朋友们这个节目，因为确实请不到主咖。今天说是影视场，不都说影视行业不景气了吗？咋还是不愿意来我们这儿？什么影视场你请几个主演对吧？这哪有主演？哦，我是主演。那不是更丢人了吗？真的，我今天第一眼看到这个阵容，我以为要给我的《侠客行不通》拍2了。影视场还有一个一场戏都没拍过的小齐，就虽然人家没拍过戏，但实话实说，戏挺多的。讲个脱口秀，一直摇头晃脑的，我一直怀疑对面是不是有狙击枪在瞄你呀？一直讲他中专的事儿嘛。真的，我现在在他面前，我有学历羞耻。我就觉得我当时高考完直接上本科太冒进了。鸟鸟也很善良，录之前还跟我说今年春节档影视票房这么差，咱还吐槽人家是不是不太好？我说没事儿，影视票房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一部春节档的电影也没让他们演呀。对，关键就没让我们演。对。但我《侠客行不通2》，你们要不？雪琴，我好朋友，大家都知道。看出来最近瘦了吧？但我很奇怪，你怎么还瘦了呢？脱口秀的蛋糕、综艺的甜头、电影的红利，不都让你吃到了吗？我吃的还没你多了，我胖20斤。但很多脱口演员都想成为李雪琴，通过脱口秀火，上综艺演电影，然后就再也不讲脱口秀了。宇宙的尽头是铁岭，脱口秀的尽头是李雪琴。李雪琴的尽头是真足呀。确实也很火，前一段时间雪琴割几个息肉还上了热搜，割几个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其中2个息肉，一个叫脱口秀，一个叫王建国。当然现在叫息肉，以前那可都是心头肉。雪琴私下里还说，因为大家对她的演技褒贬不一，她都不敢上网看评论。雪琴，你知道吗？褒贬不一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评价了。你知道我多想获得一个褒贬不一的评价？对我的演技没有褒的，全是贬。那段时间我点煲仔饭，外卖小哥给我送过来，看到是我都说：“先生，您的扁仔饭到了。”扁仔饭，真的，现在这个互联网上，连豆花的口味都能吵起来。在此，我想质问全网，就没有一个人觉得我的演技有争议吗？全是让我退出演艺圈的。我多希望能有个争议，在我身边说一句：“留下来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”行。最可气的是，网上还有好多人说我演戏有口音。对吧？这没有口音，真的。但我也能接受，确实有口音。但是我有一个角色叫男大帅，这个角色只用了我一张照片，一句台词也没有。网友还在那说智胜这个口音太出戏了。
我就纳了闷了，我哪出戏了？我都没出声，我的演技那真是无声胜有声。我在那演的是无声，网友在那说胜有声。聊聊，哎呀，严老师确实帅，很帅，对吧？很帅，天涯四美。那我不禁就想问了，你与城北徐公孰美？惜败。哥哥还经常在网上怼网友，发一些情商很低的文案。真的，大家都说他用了14情商，换来1世容颜。不是，情商跟颜值的汇率这么低吗？合着我这1世情商就能换他1/10的容颜，我连一个完整的五官我都算不上，我是他的一个鼻孔。不聊帅哥了，纪凌尘。哎，喜欢用牙演戏，我国著名的表牙艺术家。大家尊重点，这也是未来的老戏牙。但季老师没关系，就是你是咬着牙演的，我们也是咬着牙看的，对吧？演技确实挺差的。但为什么我敢说这个话？因为你是唯一一个嘉宾。聊到你的时候，我们导演说：“那智生，你对他演技有什么建议吗？”但我也确实演技不好，我对你也只想出来8点建议。多看书，多学习，多运动，多睡觉，多晒晒太阳，多喝水，多交朋友，多出去走走。你相信我，你只要做到这些，你就没有时间再去演戏了。太损了。当然，这些也是网友给我的建议。但人家确实看书，不光看书，还卖书，自己把一本表演的技术挂到闲鱼上，10块钱包邮，这个价格确实对得起他表演的技术，1分价钱1分货。但我看完他在无限超越班上的表演，给我气的，我今天我就想问问，能小刀吗？大家别误会，不是价格砍1刀，就是砍他1刀。当然也伤不到他，他应该能用牙接住。多了，来东西，多了啊！哥哥你别，我给你1刀，你给我1口，咱俩。我要报警了。你的牙比刀厉害。徐艺珍，短剧女王，看她演的短剧啊，真的都很容易上头。就像优酸乳嚼柠檬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第1口酸爽，第2口有料，第3口上头，好喝到停不下来。一真是不是嚼的我这样挺突然的？我看你的短剧，广告弹出来的比这个还突然。3、2、1，你继续上滑听段子吧。真的，其实我有点不敢吐槽，实话说有点不敢吐槽。其他的虽然都是老艺术家啊，天涯四美，表牙艺术家呀，但咱都还行。我是真怕他，因为他能重生。真的，你
们信不信？我们这录完，接着就能有一部重生之吐槽我的人都得死。好剧，立个像。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就今天这个阵容，他重生之后，第一个肯定杀我呀。小齐他不好杀，他能躲子弹。但徐艺珍的故事听起来还是很亲切的，有短时间成为一个领域的一姐，有一个大火的 CP， 拆了 CP 以后开始上综艺、演电影。哎，这个剧情，你要不要也去查查息肉？郭涛老师。最早是演话剧的，后来演电影啊、电视剧之后，没回去演那个戏剧，就说自己是戏剧的叛徒。老师，你别这样，那叫跨界。那你要不今天怎么介绍大家？李雪琴，脱口秀的叛徒；徐艺珍，短剧的叛徒；小齐，想当叛徒。张老师，不如叛徒。我这是对你的祝愿，张老师，就是希望你也去跨界，对吧？你跨界成为一个素人。郭老师他演戏还有3不原则：第一是不接吻戏，第二不接床戏，这些我都懂。和我搭戏的女演员也都有这些原则。第3是不演争议性角色，您不演，你推给我，我的演戏梦想就是演一个争议性的角色，我也想有点褒贬不一的评价，我想堂堂正正的吃上一碗煲仔饭，好吧？最后养成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志胜，你的话特别不好接。什么叫不如叛徒？我怎么不如叛徒？如也不是，不如也不是，是。不接啊！接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严屹宽。大家知不知道他去年拍了一个横屏短剧？你看。我一猜就是这样的结果，你听听，横屏短剧，这一结合就不正宗吧？是不是？横屏还得拍长剧，你比如《逐玉》，是吧？其实我们这期呢是想请张凌赫的，大家现在也看到了，请不到，只能蹭张凌赫。你的舅舅在我们手里。有请张凌赫的舅舅严屹宽。哦，太帅了！张老师一定是没有看过《逐玉》的全集，因为我在戏中演的是个反派。张凌赫应该是不会来救我这个舅舅的，甚至想在正月里剃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严屹宽。其实我本不应该来此的，因为我不会说脱口秀。节目组跟我说没事啊，你找你主要的原因是说观众说这个节目不好看。我看了一下，对，确实我得来。现在好看了吗？毕竟呢，我是天涯4美中唯一一个有时间来的那个，所以今天只能我独美了。
你们可能不认识我，对，但你们一定见过我这张脸啊，因为呢，就是出现在那个标题叫做"我们当年吃的真好"的帅哥系列混剪视频里，我一直在那里混得很好，可以说是脸红人不红。有的时候我刷到自己的视频也会老脸一红，毕竟我从业30年了，演了上百个角色，萧十一郎、燕青、展昭等等，大家一个都没记住，只叫我帅哥。但是大家不要以貌取人啊！我是一个正经科班毕业的演员啊。我上学的时候呢，功课也挺好。当时我记得我老师反复的跟我提醒说："小严，长得帅也别忘记了多读书。"纪凌尘很明显把这话听进去了。你看他多爱读书啊！玩手机都要包着书皮玩。我没有和纪凌尘拍过戏，但是我们在一起打过篮球。他这个人怎么说呢？的确是四肢发达。我觉得这个媒体啊，对他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。小纪看手机就是玩手机吗？万一他是在看电子书呢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他是觉得拿着手机硌手，就用书来垫一垫啊。纪凌尘的四肢是绝对能够干出这种事儿的。纪凌尘他上无限超越班也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演技，同时他也做到了磨练所有人的演技。你看看他把那些老戏骨们都磨得没脾气了，给宁静老师整无语了，宁静老师的拳头都拧紧了。其实小纪明显是理解上的错误啊，飙戏和飙是有区别的。但是我觉得吧，这宁静老师也是有问题的。对，他没有因材施教，以纪凌尘的水平，宁静老师得这么教：胡萝卜，纸巾，哇，真棒！但是我还是支持小纪的，我觉得他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赛道。纪凌尘就是放错地方的纪凌尘。小纪不落地，内娱更美丽。换个角度说吧，其实纪凌尘那么独特，他就像匹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，而小纪不常有。他在我心中就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拒绝动物表演，还一个一尘不染的演艺卷。哎呀，我觉得要给年轻人机会，真的还是要给年轻人机会，因为没有人生来就是老戏骨，除了郭涛老师。郭涛老师，好演员啊，我很羡慕郭涛老师。我的长相呢是很容易让人忽略我的演技，但郭涛老师就简单不少了，因为感觉在郭涛老师小鲜肉时期就已经老戏骨化了。郭涛老师就是含着老戏骨出生的。
想想我自己岁数不小了，但还是没有人叫我老戏骨，还是叫我什么老帅哥、老鲜肉、老法拉利。哎，哦，长相真耽误事儿啊。所以对于长相呢，我确实曾经说过，皮囊被毁之时，成就大业之日。看徐志胜，大业已成。这个年纪就演上男一号了，起点比我高了很多啊。我记得第一次演戏的时候，我是当群众演员，而且效果呢不太好，剧组说我长得有点脱离群众。我理解志胜，如果他去演群众演员，很容易跟群众打成一片。群众群起而攻之，大声诘问：为何丑化群众？正当徐志胜与群众演员打得不可开交之时，李雪琴已悄然入主了大屏幕。大家总说李雪琴演啥都像李雪琴，我觉得是口音问题啊。就是你老是带着东北口音，就很难让观众带入其他的角色。不像我每次表演的时候，都是字正腔圆标准的普通话，因此才顺利的错过了出演《繁花》的机会。阿拉上海人，上海话讲得老好哎。阿哥，大将军，侬讲对伐？生活在球迷啊！哎，哪能会得搿能样事体啊？没人晓得。哎呀，难受啊！长相吃亏，口音也吃亏。现在看来，只有徐艺珍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上海人，因为徐艺珍啊，是我见过看男人最准的女人。不管是外卖员、修理工，还是建筑工地搬砖的，她总能够一眼挑出身价上亿的霸总。在艺珍的世界里，360行，行行出霸总。直到他邀请我演短剧啊，我才知道他成立公司了，专写女频爽文。原来他就是霸总。但是对于他对我的邀约，我是不开心的。你怎么现在才来邀请我？徐总，臣来晚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面，没有什么鄙视链，短剧演员也好，脱口秀演员也罢，大家都是演员。影视寒冬呢，需要大家一起抱团取暖，对吧？我其实很怀念曾经的片场，因为曾经大家在一起，在一个大帐篷里聊戏，真的那种气氛非常棒。但是现在的条件呢越来越好了，交流呢却越来越少了。各自的戏份一拍完，转身钻进自己的房车里，四下无人呐！我气得我转身钻进了自己的房车里。我一直在想啊，
我相信真正的交流碰撞才能让演员之间产生有温度的戏，不然在 AI 高速发展的今天，大家随时都可能被取代。可能未来的某一天，演员只需要建模就可以了。还好，我本来就是建模脸。哎，会抢答了。好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，我愿意公开我的长相的源代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臣严屹宽，告退。这怎么就鼓掌了？这怎么就鼓掌了？没搞明白，这鼓什么？徐志胜，这个动作不是谁做都好看。哥，我以前是这个动作。异曲同工之妙。严屹宽，你看人家长得美之后那个自信啊！刚才说那个建模脸，其实建模脸不好，因为建模脸它太完美了，演员还是有点瑕疵，它才会更立体，对不对？所以 AI 肯定不会那么快的取代我。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小瑕疵。